你好，我是你的英语课老师 Jason。本课时，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课程模块，也就是部署这个模块。在这里，我将首先给大家讲解 Shell 如何实现系统的初始化，通过 Shell 集成 Linux 的相关命令来进行操作系统的初始化。首先，这里给你演示一个叫 JINIT 的脚本，它是用 Shell 实现的系统初始化脚本，它实现了 OS 所需要的系统参数优化、运维管理优化、安全优化、自动化等多方面的功能。接下来我会登录到我刚装好的一台新的主机，在系统上来演示这个脚本。首先呢 ，cd 到程序代码目录下，在目录下面呢有两个脚本，一个呢是 JIT 点 sh， 这个呢是操作系统的初始化脚本，也是我们这节课所需要讲到的它。那另外一个呢是 auto config IP， 这个呢是用于自动配置 IP 的，因为我们往往在安装完操作系统以后 IP 可能是动态获取的，或者是一个临时的，所以我们需要把在操作系统临时获取到这个 IP， 把它静态的做一个 IP 地址的配置，那就是用到这个脚本来做了。JINIT 呢会调用到这个脚本，我们先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来看一下，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呢，就会输出一些命令操作的记录。整个执行完成以后呢，我们需要重启一下主机。重启完成以后呢，我们再继续去登录这台主机。在这个过程中呢，给大家补充一下，我的操作系统呢是用的CentOS 7的操作系统。各位同学想要来测试的话，使用这个脚本，你需要用 CentOS 7的操作系统来做初始化。那如果是非 CentOS 7的操作系统呢，大家可能需要根据脚本的内容做一些修改。重新登录到我这台主机，由于在之前我的脚本里面呢，有把 SSH 登录服务的端口和登录方式做了修改，我就需要用呢新的登录方式来登录这台主机。这里我执行 SSH root， 主机的端口改成了9922，那么我通过9922呢来登录这台主机。这个时候呢，我再敲入新的这台主机的密码。老的密码呢是登录不进去了，所以我需要敲入重置后的这个主机密码。这样的话就重新登录到了我的这台主机。这个呢就是我执行完初始化以后的主机了。我登录到这台主机以后，展示的终端交互的样式和之前呢是有差异的。那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的脚本里面修改了终端设置的一些环境。刚才演示了 JINIT 点 sh 脚本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想必你想了解 JINIT 这个脚本它到底做了哪一些系统的初始化，具体修改了哪一些内容，接下来就给你详细的来讲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JINIT 脚本它的一个整体结构。如果你了解 Shell， 你会发现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代码方式。那 Shell 呢会由上到下依次呢来执行每一段的优化项。如果你想将脚本写得更好，建议你将每一个优化项呢封装成一个函数，这样维护性也更高。另外，你也可以选择优先来执行优化项的顺序。在学习这个脚本之前，你需要有一定的 Linux 操作基础，同时需要了解基础的操作系统原理。接下来给你画一张思维导图，图中我列出了 JINIT 这个脚本里边所执行的每一项优化项的内容。从大类上来看，一共分为3类，分别是优化操作系统性能、提高操作系统安全性和便捷化的管理。所谓优化操作系统性能，主要是把不常用的服务关闭，把一些影响系统性能的安全设置来忽略掉，比如我们把 SLinux 关闭。另外呢，也需要优化系统的一些内核参数，还有优化系统的一些启动项的参数配置。关于提高操作系统安全性，比如用户登录的权限、修改登录方式、修改内核安全机制等等相关设置，都可以在操作系统初始化脚本里面一起执行。最后就是运维相关的便捷化管理，你可以选择优化 YARN 的设置，设置 history 记录，创建方便的别名，或做一些自动化的任务集成，这些呢都可以在 JINIT 初始化脚本里面来包含。接下来我就给你讲解如何优化操作系统的性能，开始讲起。首先第一部分就是优化操作系统性能，关闭不常用的服务。在这个脚本里边是这样实现的，我会把一些不常用的服务关闭，比如说邮件服务、网卡管理服务等等。
平时做运维管理或者是应用程序时不需要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么为什么要关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常用的服务呢，长时间运行在操作系统上，会对系统资源呢进行一个占用。另外，出于安全性能的考虑呢，也不常用的服务，对外的这种服务，尽可能将它关闭，以免呢暴露出一些服务端口。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就通过 CentOS 7操作系统里面的 Systemctl 去管理我的服务，把这些服务在启动项里面呢就直接关闭。另外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了 SE Linux。SE Linux 呢是内核里面的安全主模块，它提供了访问控制的安全策略机制。那选择关闭 SE Linux 对维护管理呢会更加方便，因为 SE Linux 它的安全机制呢实在是太强大了。而一般的场景呢又不太需要 SE Linux 存在，反而会给我们实际的管理服务运行带来很多的干扰。所以在这个脚本里面，一般的企业会直接在启动项里面把操作系统默认开启的 SE Linux 来进行关闭。那关闭的方式呢，你可以看一下如下的一种方式。这个呢就是通过 sed 的命令去修改系统里面的配置文件，来将 SE Linux 呢来关闭的。另外值得注意优化的就是操作系统的内核参数，这里给你重点讲解一下 timestamp 这个配置。那建议把它设置为0，为什么呢？因为在部分极少数的场景中，可能会导致网络上的抖动或者丢包。这里给你画一张图来演示一下。如果我们把 timestamp 这个值设为1，当客户端往服务端发报的时候，它会判断原 IP 在上一次通讯时的时间戳会不会大于本次。如果不大于的话，也就是当时间戳比本地的时间戳更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把包做不掉，这样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把它设为0，就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操作系统内核优化，除了文件聚饼等我们常知道的优化项以外，经常需要考虑网络底层去优化。说到网络底层优化，你就需要先了解 TCP 的3次握手和4次挥手，这是非常重要的。别看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客户端主动连接，我们会看到3次握手时，客户端和服务端分别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同样，当客户端对服务端进行4次挥手断开这个连接时，客户端和服务端也会相应的发生状态上的改变。那为什么3次握手和4次挥手是一个重要关注点呢？因为我们在做操作系统内核优化时，很多优化的参数都需要去对应考虑网卡队列里面的相关设置的这些信息。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客户端和服务端建立起3次握手，当客户端发送 S1 包到服务端以后，服务端会进入到 S1 resend 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里面的数值就需要保存在服务端的网卡队列中。网卡队列的长度设置为多少合适呢？如果你是一个高并发的服务，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优化本地的网卡队列长度。所以对网卡操作系统的队列，我们需要优化一些相关的参数。一个呢是本地网卡的队列请求长度，这个我们可以适当的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刚讲到的 S1 队列的这个长度，那默认是1024，这个里啊我们需要把它调得更大。还有一些 time wait 的网卡队列，这种长度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调大。经验来看，短链接服务里面往往会在本地啊产生大量的 time wait， 所以就需要把 time wait buff 的值呢调得更高，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 time wait 的报错信息。以上呢就是刚刚讲到的有关网卡队列长度的一些优化了。单独摘出来一个参数配置需要注意的就是 IP local port range， 这个参数里面它表示本地最多可以使用多少个 IP 和端口去连接同一个目标 IP 和端口，所以这个值啊也是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在操作系统的内核优化方面，我们把配置 TCP S1 cookies 设置为1，为什么呢？ S1 cookies 一般是用来防范 S1 攻击，或者说释放对于 S1C backlog 的依赖，所以我们把它改为 S1 cookies 的校验机制。接下来来具体讲解一下。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 S1 包，服务端正常呢会返回一个 S1 加 ACK 的包给客户端的时候， S1 backlog 这个队列呢就需要记录信息。刚才我们讲到了服务端有一个 S1 backlog 这个队列的大小设置，那我们知道这个队列大小再怎么优化，它也是有一定数值的。假设一个客户端发起了一个原地址伪造的请求，那就有可能导致服务端收不到客户端的第3次握手，就会导致 S1C backlog 不断的
堆积这个队列，直到增加到数值满以后，这样就无法对外提供服务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置 S1 cookies， 设置 S1 cookies 等于1以后 backlog 满了以后 Linux 内核呢会生成一个特定的 N 值，而不会把客户端的连接呢再往这个 backlog 里面去放，也就没有存储这个链接的相关信息，从而保证呢新的正常的 TCP 的3次握手呢能够正常进行。以上就是这个脚本里面我摘取出的几个重点优化项来给你重点讲解的。那在整个 Shell 的初始化脚本里面还有很多个优化项，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脚本自己看一下。我登录到控制台，连接到服务器后，用 VM 编辑器呢把脚本打开，从上呢给你一一讲解一下。首先呢，我这里会判断是不是 root 用户在运行。那如果是只能是用 root 用户来执行这个初始化的这个脚本。上面这一段呢是用于关闭 SULinux， 并且呢把我的终端的演示的也交互的这个环境会通过 PS1 这个变量给它设置成一个自定义的模式，这里会展示出我主机啊，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我所要到的一些信息，并且按照我需要的这个格式呢来进行展示。同时呢，在这里的话，我会关闭的不常用到的一些服务。接下来呢，这里就是会新建我的操作系统上的一个普通用户，并且呢，配置我这个普通用户的 sudo 的权限。那我控制它是不是可以去提取我的 root 的权限，是在这个地方呢来配置的。因为我们尽有可能的在生产环境里面要把root 的账号呢关闭，让普通用户呢来做登录。如果是有涉及到需要用超级用户的话，那需要给它开提权控制，都是可以在初始化的脚本里面直接来做到的。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就是调整的我的电源管理的一些配置策略。这里调整的是我的 pstate 和 cstate 的一个数值。那我们可以在电源管理的这个模块里面，通过操作系统的启动项里面来做一些对应的一些优化。再往下呢，这里就是涉及到的我的操作的便捷性，运维管理操作的便捷性。那我会把一些常用到的命令给它做一个别名，通过 ls 这个命令来做一个别名，这样的话更加容易我们去进行管理和维护。这里的话就会添加一个公共的密钥，那我是会通过我的客户端和服务端建立 S 区连接的话，我当然是更多的不希望是通过用户密码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密钥的方式。在操作系统安全性的考虑，那我这里会自动的给它生成一个密钥。那这个密钥呢是我的公共的一个密钥，可以直接在本地已经保存好对应的私钥了，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通过私钥呢来登录。那我们知道的文件巨柄的大小，内存里面的空间分配的大小，还有刚讲到的网卡队列相关的大小，都是在这个里面呢一起来做的优化。还有我们刚讲到的 S1 cookie，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一起在这里做了相应的一些优化。这一段呢，就是设置我操作系统最大的一个文件打开数，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接下来呢，就是调整 SSH 的登录端口。那我把默认的端口改成了9922这个端口。再往下呢，就是 history， 也就是管理的操作系统上面它保留的历史记录的一个长度，大家会看到和它保留的历史记录的一个格式。那么我会希望保留更多的这个历史记录，就是为了我的运维管理性来便捷性。那这一段的话就比较特别，会直接去执行的一个脚本是 auto config 的脚本。这个脚本呢是用于自动去配置 IP。那大家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把这个脚本打开，会发现我做到的就是把我动态的 IP 去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自动去生成一个静态的网卡的 ETH0 的 IP， 方便我把动态 IP 转换为静态 IP， 我们就不用手动再去配置 IP 了。最后这一部分我加了注释，这一段的话配置的就是我的样本源。一般大的公司都会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样本源样本源里面可以去维护我们自己的软件包，还有我们定制的软件包，还有整体的相关依赖。所以
大家如果有对应的公司的样本源，或者是有更优化的样本源，那大家呢可以把样本源的配置呢一并的放入到你的初始化脚本里面。那这样的话，在你一台新的机器启动以后，默认让它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初始化脚本，就把你操作系统里面很多需要自己去维护的这些内容，通过脚本的方式批量的就执行了。对于操作系统的运维管理而言，这个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本专栏中所有案例及配置的源代码，你可以通过这个地址呢自行下载。好了，本科时的内容就给你介绍这一些，谢谢大家。